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甲醇的性质和对制冷系统的作用。这期视频就应网友的要求啊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加注过程啊。很多网友不知道这个怎么加到系统中，怎么加既快又好呢？今天正好有一个报废的冰箱啊，这个冰箱报废了，然后咱们就用这个报废的做实验啊。怎么报废了呢？这个冰箱内漏了，内漏管道进空气，但是加上它，再加上氟，照样能制冷，而且可能还能用好几个月呢。今天咱们就现场演示一下啊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耐心观看一下，视频的时间稍微有点长，咱们把这个过程拍完整了，让网友们看个明白。要不那么多私信呢，我也回复不过来啊。把加氟管拧到真空泵上，然后插上电源开始抽真空。因为现在管道啊它有漏的地方，所以抽真空只需要抽一小会儿就行，把管道中的空气啊略微一抽，然后就可以加注冷媒了。如果抽时间长了，从漏点还可以继续往里边灌空气，可以说抽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抽了差不多以后，咱们把加氟表关闭，然后把泵关死，直接把加氟头拧到浮萍上，然后排一下空气。加氟管的空气排完以后，打开浮萍，稍微加一点气体啊，加到静态压力就行了。因为刚开始是抽真空，加到静态压力，把阀门关闭啊，不要把氟加满，然后把浮萍也关闭。如果把压力加满的话，这个东西就加不进去了啊。这个东西要靠压缩机吸进去了。这时咱们再给冰箱通上电源，让冰箱压缩机开始工作。压缩机工作以后，这个压力表子值就有所下降。这时候咱们进行关键的一步操作啊，把甲醇的瓶子盖子拧开。因为现在压力表的阀门是关闭的，浮萍也是关闭的，所以咱们这时把这个拧开以后，这个加氟管中是冷媒，所以空气进不去，冷媒在管这边。然后这头阀门是关闭的，如果是水的话它也流不出来的，所以这里边是冷媒，不用担心进空气。这时咱们把它直接插到甲醇的瓶子中，一定要让这个管的头淹没在甲醇的液体中，这样就进不了空气了。这时咱们把这个阀门打开，压缩机就会把这个甲醇吸到加氟管中。吸多少呢？根据冰箱的大小啊，一般吸这个管的长度大约30到40公分的长度就可以了。看见没有？现在已经吸了大约30公分的长度了。吸一点以后，赶紧把这个阀门关闭了，不关闭的话能全吸没了。这个甲醇的加注量就通过这个阀门控制的，开的越大吸的越多。吸完以后咱们把它拿下来，然后继续拧在浮萍上，然后再打开浮萍的阀门进行加氟，这样就避免了加注甲醇的过程中空气进入到冰箱。打开以后再打开加氟表的阀门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把甲醇全部加入到压缩机中了。可以听到压缩机的声音都变了，压力也立马上升了。这样再直接控制加氟量就可以了，一般加到回气管接水处，氟就足够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上期视频也和大家说了，加注这个甲醇是逼不得已的维修方法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维修现况进行合理的利用。这个东西对压缩机和系统是有腐蚀性的，不是到万不得已呀，不建议大家加注这个东西啊。因为这个冰箱是个报废的，我就拿这个冰箱给大家做个实验。这种情况下把氟加够了，如果压缩机不坏的话，用过几个月是没问题的。他有的用户就要求用几个月，而且给的钱特别少啊，有可能就给个100块钱左右，让你加上氟就完事了。现在这种用户特别多啊，花钱多了他就不修了。修这种冰箱之前和用户沟通好，加上氟，当时保证制冷，以后是不保修的。他同意你就可以给他加，因为现在的冰箱不制冷10个有8个就是漏氟的。要换管的话，用户直接就买新的了。现在新的冰箱很便宜，换管的话费用低了，咱们又不合适。但是直接加氟的话，如果不加这个药水，90%的情况会冰堵啊。所以冰箱内漏单纯加氟必须加药水，不加药水的话肯定会冰堵。
刚才整个药水的加注过程，相信大家已经全看明白了。如果还有没明白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